有这么一家公司，1年前在日本市值榜上还只排在了169位，没多少人关注它的名字。结果18个月之后，他一脚把丰田踹下了神坛，自己坐上了日本市值第一的位置，股价大概翻了56倍。这家公司叫铠侠 Kikosia， 做耐的闪存的。就在前2天，它的市值冲到了44万亿日元，2740亿美元，把那个做了22年头把交椅的丰田硬生生的掀了下来。听起来又是个 AI 风口上猪都能飞的故事。三星这么涨过，美光也这么涨过，可你要是真这么想，可能就错过了这盘棋最精彩的部分。我把铠侠的招股书连同一份藏得很深的股东协议翻开，然后发现了一件想不通的事。这家刚刚登顶的公司，它的大股东名单里竟然坐着它的头号对手，全球耐的排第2的 SK 海力士，一边大把掏钱养着铠侠，一边在过去的这些年死死摁住他的脖子，不让他翻身。你没听错，他最大的金主之一恰恰是最不想看他做大的那个人。一个对手为什么要花几万亿韩元去养一个迟早跟自己抢饭碗的敌人呢？养肥了又为什么死活不让他嫁人呢？这背后是一桩被精心安排了8年的包办婚姻。那今天我就带你把这段婚姻的每一道锁100把的拆开。先说铠侠的出身，这孩子的亲妈是东芝，可这个亲妈是含着泪把他卖掉的。时间倒回到2015年到2017年，那几年的东芝焦头烂额，先爆出会计造假的大丑闻，紧接着他在美国的核电子公司西屋电器亏出了一个天文数字，整个东芝资不抵债，眼看就要被东京交易所摘牌。一家活了上百年的巨头被逼到要靠卖家当续命，可卖什么呢？东芝翻遍了家底，发现手里最值钱的恰恰是他的存储业务，也就是铠侠的前身。你说这讽刺不讽刺？这就好比一家人欠了一屁股债，最后被迫卖掉的偏偏是家里那套最贵的学区房。2017年，一个以美国私募巨头贝恩资本牵头的财团出手了，出价大概2万亿日元，接近180亿美元，把东芝存储抱回了家。这个财团的阵容很热闹，苹果、戴尔、金士顿、希捷都在里面，还有日本本土的 Hoya。 这么豪华，一半是为了凑钱，另一半是为了过日本政府的那道关。日本把存储芯片当命根子，生怕技术被外人偷走，所以这个财团台面上必须显得是日本资本说了算。而就在这群人里藏着一个最微妙的身影，韩国的 SK 海力士。这个名字你先记住，他后面会要了铠侠半条命。贝恩接手之后，算盘打得啪啪响，养几年，包装上市，套现走人。这就是私募祖传的生意。他给自己定的退出期限是3年，结果呢，铠侠这条上市路走得邪门到家了。2020年上市批文都批下来了，偏偏撞上了中美贸易摩擦，临门一脚，硬生生的撤回。2021年想跟美国西部书记合并，谈到一半，因为新公司总部摆哪这种事崩了。2023年整个存储行业掉进寒冬，铠侠一口子就亏掉了超过1700亿日元，只能厚着脸皮再去找西部书记，结果又黄了。你数数，3次，要么上市流产，要么合并告吹。贝恩本想3年抽身，结果熬到第5年，怀里这孩子还在哗哗的烧钱，一直拖到2024年的12月，铠侠才硬着头皮挂牌。上市那天有多狼狈呢？开盘价比发行价还低了1%，当场破发，市值不到9000亿日元，买进去的散户当场就炸了，骂声一片，
说这就是个圈钱的货。贝恩自己也下不来台，他本想按100亿美元的估值发行，结果机构投资人只肯掏一半的价，所以到这一步，凯霞就是个十足的倒霉蛋，被亲妈卖掉，被养父嫌弃，3次相亲3次黄。可凯霞真正的噩梦还不是这3次流产，真正把他一次次摁在水里的那只手从来都不是外人，这只手就藏在他自己的股东名单里。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个名字 SK 海力士。2017年那笔收购，海力士砸进去大概3950亿日元，换算成韩元差不多4万亿。这里你就得犯嘀咕了，海力士自己就是全球排第2的大厂，凯霞是实打实抢生意的对手，一个行业老二直接掏钱入股另一家头部对手，这在全世界的反垄断机构眼里都是踩到了高压线。中国、美国、欧盟，随便哪一家都能把这种安排一票否决。那海力士这笔钱到底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去的呢？这就得佩服操盘的贝恩了，他设计了一套相当精巧的障眼法。海力士那4万亿韩元被拆成了2半，一半大概是2660亿日元，投进贝恩的一支基金。在这支基金里，海力士只是个纯粹的财务出资人，说白了就是一个躺着分钱的。凯霞怎么经营，他一个字都插不上嘴。另一半大概是1290亿日元，拿去买了一种可转换债券，说白了就是以债主的身份借钱给凯霞，将来再看时机把债变成股票。你细品这个设计，表面上海力士手里一股凯霞的普通股都没有，完美避开了所有反垄断的审查。可暗地里，这笔可转债就是一张门票，将来时机一到，债一转成股，海力士摇身一变，立刻就是凯霞的第3大股东，握着大概14%的股份。更狠的还在后头，光这么安排还不够，协议里给海力士又上了一道紧箍咒。白纸黑字的写了，一直到2028年，海力士能动用的投票权最多只能到15%，多出来的一票都不算。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好比海力士花了大价钱供养了一个孩子，可协议偏偏规定2028年之前他只能站在门外头看，一步都不许踏进这个家门管事。凭什么这么设计呢？3个原因。第一，就是反垄断放行的硬条件，你出钱可以，但休想借股份去插手它的产能、定价和客户，不然就是同行勾结。第二，日本政府的红线，绝不能让一个韩国对手摸到凯霞压箱底的技术。第三，这道封顶就是一颗毒丸，把海力士想在股市上偷偷扫货、谋求控股的路提前堵死了。所以你猜，凯霞的董事会里，海力士占了几个席位呢？0，一个提名董事的权利都没有。一个砸了近4万亿韩元，未来的第3大股东，在董事会里活成了一个隐形人。业内给这种安排起了个挺形象的名字，叫竞争者和合伙人之间的防火墙。海力士只能定期翻翻财报，凯霞的研发路线、新厂规划，给大客户的报价，他一概看不见碰不着，出了钱却被挡在了门外，这局已经够憋气了。可你要是以为海力士就是个安安静静分钱的股东，那就太天真了。这个被挡在门外的对手手里还攥着一把刀，而这把刀恰恰砍向了凯霞最想要的那个未来。我前面提过，凯霞跟西部数据前前后后谈过好几回的合并，尤其是2023年那一次，两家都动了真格的。当时存储行业一片哀嚎，两家都想抱团取暖，一旦合并，新公司的 net 份额能直接冲到接近全球1/3，
有底气跟老大三星正面掰手腕。这桩婚事连美国和日本两国政府都拍手叫好，被吹捧成美日半导体联盟的样板工程。就这么一桩各方都看好的好事，最后被谁一巴掌拍碎的呢？韩国人。秘密就藏在海力士当年签的那份股东协议里，里头有一条叫竞争对手限制转移条款。说白了，没有海力士点头，谁都别想把凯霞的股权、投票权或者控制权转手给一个竞争对手。西部数据是不是竞争对手呢？那还用问。所以这桩合并绕不开海力士这一关，必须他签字。2023年10月底，在海力士的季度财报电话会上，他的 CFO 当着全世界投资人的面把话挑明了。原话的意思是，出于对我们在凯霞这笔投资资产价值的考量，我们不同意这桩合并。就这么一句话，凯霞盼了多年的婚事黄了。那海力士为什么非要当这个恶人呢？他的算盘冷静得很。你想想看，万一凯霞跟西部数据真的合体了，这个新巨头一口就吞下了将近1/3的市场，反手超过海力士，把它挤到行业的老三。这等于海力士自己掏钱，亲手养大一个将来骑在自己头上的对手。这种赔本的买卖谁干呢？更何况寒冬期合并要换股，估值压得极低，还会稀释他那笔可转债将来转股的身价。横竖一算，摁死这桩合并对海力士才最划算。看明白了吗？这就是这期视频最核心的判断。凯霞表面上是一家自由独立、刚刚登顶的公众公司，可他身上始终拴着一根看不见的线，线的另一头攥在一个既给他投钱又跟他抢饭吃的对手手里。这个对手仅凭一纸合同就能决定凯霞嫁不嫁，能嫁给谁。这哪里是什么资本的联姻呢？这从头到尾就是一场被人安排好的包办婚姻。这场合并最后的下场是，西部数据彻底死了心。2024年干脆把自己的硬盘和闪存业务一刀切开分了家。被自己的股东摁着，想嫁人又嫁不成。按理说凯霞这下该认命了吧？可命运这东西最爱在人最灰头土脸的时候开玩笑。就在凯霞快要被这张包办婚姻熬干的时候，老天爷扔下了一根救命稻草。这根稻草叫 AI。AI 这把火是怎么烧到凯霞头上的呢？这里头有个反常识的地方，我得跟你掰扯清楚。这2年但凡聊 AI 存储，大家张口闭口都是 HBM 高带宽内存。三星、海力士、美光为了它抢得头破血流。可凯霞呢，一颗 HBM 都不做，它就是个老老实实的NAND厂商。那它凭什么也能跟着鸡犬升天呢？答案就2个字：产能。我们以前讲过，生产同样容量的 HBM 要吃掉的晶圆产能大概是普通内存的3倍，这是美光自己掏出来的数字。3倍是什么概念呢？各家大厂为了抢着做利润最肥的 HBM， 把晶圆产能像填无底洞一样往里砸，结果就是几乎没人再往 NAND 上添新产能了。市面上多出来的那点 NAND， 全靠在老厂房里往上多堆几十层硬挤出来的。你品出这味道了吗？所有人都挤在灶台前，争着炒那道最贵的菜 HBM， 把灶眼都占满了。凯霞这种闷头做家常菜的 NAND 厂家，本来没人正眼瞧，结果客人突然挤爆了门，连家常菜都卖出了天价。这就是凯霞这个企鹅被时代一次性兑现的逻辑。需求那一头也烧疯了。现在的 AI 推理，尤其是那种要不停地翻资料的智能体，
对硬盘的读取速度要求高得吓人。老式的机械硬盘根本喂不饱那些金贵的 GPU， 只能堆上大量高密度的企业级固态硬盘。这恰恰就是凯霞的主场。英伟达最新的一个 NVL72 机架，光 NAND 一项就要塞进去1152 TB， 这种胃口正把全世界企业级硬盘的库存往干里抽，价格自然也就坐上了火箭。2026年第二季度 NAND 合约价环比涨了 70% 到 75%， 某些高端的企业级硬盘涨幅冲到了 80% 到 90%， 供应商干脆改成了一周一报价。凯霞2026年一整年的产能早就被抢订一空了，反映到财报上，它当期的净利润预计同比暴涨大概47倍。一个1年多前还在亏损研发的企鹅，就这么靠着别人看不起的 NAND， 把丰田掀下了神坛。而且它还有个独门好处，不像三星海力士要把资本分给 HBM、DRAM 好几条战线，它一门心思的只做 NAND， 资本效率反而做到了极致。可你先别急着替凯霞高兴，因为他笑得最灿烂的这一刻，恰恰也是他身上枷锁最沉的一刻。而真正把这盘棋玩明白、闷声发大财的另有其人，这个人就是贝恩。我先给你说一组让人有点发愣的估值数字。凯霞现在的静态市盈率高到80倍左右，日本半导体行业的平均水平才26倍，光看这个贵得离谱，活像个大泡沫。可你要是翻它今年的远期市盈率，一下就掉到了 8.8 倍，到2027年更是只剩 7.9 倍。同一家公司，看今年的账贵得吓人，看后年的账又便宜的像在地上捡钱。这中间的玄机就在于你信不信它未来真能赚出那么多。分析师们预测，到2027财年，凯霞的每股收益能涨 712%， 就为这家公司整个华尔街炒翻了天。跟踪他的16家机构里，9家喊强力买入，5家喊买入，1家中立，还有1家直接喊卖出。最离谱的是目标价，看多的喊到20万日元一股，看空的只给 1.7 万，中间差了11倍还不止。一只几千亿美元市值的大盘股，专业机构的判断能撕裂到这个地步，确实少见。但不管这帮人怎么炒，贝恩这8年的赌局已经赢得盆满钵满了。这笔交易到底有多成功呢？粗算下来，他的投资回报倍数大概是15倍，年化收益率超过 40%。 这是个什么水平呢？贝恩自己发的报告里写着，亚太地区这种企业玻璃类的并购，回报中位数才 1.4 倍，15倍，这早就不是跑赢同行了，这是把同行甩出了几条街。更见功力的是贝恩的择时。2024年底凯霞破发那会儿，所有人都觉得这资产砸贝恩手里了，可他几乎一股没卖，咬着牙死扛。当他股价被 AI 行情一路抬上天，他才开始一笔一笔的往外抛。光是其中一次出手，他就甩了3600万股，哪怕折价7到9个点，这一把就从市场里抽走了 2.6 到 2.88 万亿日元的真金白银。你算算这笔账，单单上市后第一波大减持，贝恩收回的现金就已经盖过了2018年当初2万日元的整个收购价。也就是说，从这一刻起，他手里剩下的每一股都是纯赚的。这就是顶级私募的玩法，在所有人都创帅觉得砸手里的时候死扛，在所有人都疯狂追高的时候转身离场。讲到这儿，我们来聊点跟你我切身相关的。这事到底跟你的钱包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手里
正握着存储板块的股票，三星、海力士、美光，或者你在琢磨这波 AI 存储还能蹦跶多久，那凯霞就是你最该盯的风向标，因为它身上的那种脆弱是别人都没有的。那脆弱在哪呢？第一，它太纯了。三星、海力士手里有 DRAM 有 HBM， 周期一旦掉头向下，东边不亮西边亮，还能对冲一把。可凯霞只有NAND这一条腿，价格一崩，它连个缓冲的电子都没有，这可不是吓唬你。2023年那轮存储寒冬，凯霞一个季度就能亏掉上千亿日元，吃的就是这条独腿的亏。今天NAND有多风光，到了下行周期，它就能摔得有多惨。第二，它头顶上悬着一座随时会塌的抛压大山。贝恩和东芝这两家手里攥着的股票曾经合计超过80%，一个是急着给基金交差的私募，一个是背着重债等钱救命的东芝，都铁了心要清仓走人。这就好比一栋楼最大的2个业主同时挂牌甩卖，这个时候你要接盘，心里能不打鼓吗？第三点，也是最耐人寻味的，还记得那个被关在门外的对手股东海力士吗？他头上那道 15% 投票权的封印2028年就快要到期了。到那个时候，贝恩和东芝大概率已经清仓离场，凯霞的股权变得七零八落，而手握 14%又是行业老二的海力士，届时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下场了。他是会跟凯霞握手言和，深度结盟呢，还是干脆高位套现，把这笔赚了15倍的钱抽回去，砸进自己的 HBM 战场，跟三星拼个你死我活呢？没人知道。但2028年那一声枪响，几乎注定要把整个存储行业的牌重新洗一遍。当然，话也得说回来，看空的人最担心的是2027年的产能过剩。4大厂现在都赚饱了，扩产的钱一砸下去，2027年很可能又是一轮供过于求的踩踏。那到时候缺乏对冲的凯霞第一个倒霉。可看多的一方呢，比如 TransForce 算出来的结论恰恰相反，他们说到2027年 NAND 的物理产能比2022年的高点还要低 40%， 新挤出来的那点产能又早被长期合同锁死，根本流不到市场上。这么一来，缺口不仅补上，反而越拉越大。这两种判断谁对，直接决定了凯霞头顶那道周期枷锁会是越收越紧，还是会慢慢松开。那这事普通人该怎么盯呢？给你3个可以盯着的信号。第一个，盯贝恩的持股，他每抛一笔都是顶级聪明钱在用真金白银投票，等他清的差不多了，往往也是这轮行情情绪烧到最满的时候。第二个，盯住2028，海力士的封印一解开，他选结盟还是选套现，会直接决定凯霞的归属和股价的气象。第三个，盯2027年的扩产数据和长协签约，这是判断超级周期会不会反转最硬的指标。把这3个信号盯住，你再看凯霞，就比那些只盯股价红利的人都看懂了一整层。最后把视角拉高一点，凯霞这故事真正耐人寻味的不是他登顶了，而是他登顶的同时浑身还捆着这么多道锁。东芝当年那一脉，贝恩头顶滴答作响的退出时钟，海力士攥在手里的那张否决权，还有纯奈的这条独腿要扛起的整个周期，他站上了日本之巅，却从没真正属于过自己。说到底，在这场 AI 超级周期里，决定一家公司命运的往往不是他造出了什么，而是他身后的那张资本暗网。谁在出钱，谁是对手，谁在掐着表准备开溜。登顶从来不是终点，它更像是这张网重新打结的开始。屏幕前的你，如果你的公司
第二大股东就是那个天天跟你抢饭吃的头号对手，你会怎么办呢？是想办法把他请出去，还是干脆跟他联手呢？2018年那道封印解开的时候，海力士自会给出他的答案。你觉得他会怎么选呢？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咱们下期再见。